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丛林当中，有矿物质丰富的山泉，养育着健壮的加拿大马鹿。它们在广袤的草原上奔跑，享受着天然的灌木和花果。我每天早上都是吃鲑鱼燕麦粥，已经吃了5-6年了，非常健康，体重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。我用的是高纤维，而且煮3分钟就好的这一种快速麦片，加拿大本地出产。所谓高纤维，就是麦片里面有大片的燕麦、燕麦麸、麦麸、亚麻籽。高纤维的麦麸有清洁大肠的作用，亚麻籽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可以清洁血管。同时我还会加一块本地出的野生三文鱼，我买一大条三文鱼回来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放在冰箱里面，每天吃1块。早上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把它切成鱼片放到粥里。这种野生的三文鱼肉比较红，含有丰富的虾青素，可以增强体质，味道比人工养殖的要美味的很多。温哥华冬天的天气比较寒湿，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在5度左右。对于我们这种广东热带地区来的人，身体都不太适应这种寒冷的天气，冬天会感觉怕冷，手脚冰凉，早上起来全身关节疼痛，上下楼梯爬坡腿脚无力。大约在7-8年前，为了写我那一本《落基山史记》，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。我偶然发现100多年前，不论是华人淘金者，还是后来修铁路的华工，他们把从中国带来的中医文化运用到加拿大的生活当中，捕捉加拿大本地马鹿，获取鹿茸、鹿鞭、鹿尾巴，用来补身，以对抗加拿大的严寒。这种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这些前人的经验让我知道了以后，我就按照他们的方法，每年向加拿大鹿茸加工厂团购一批加拿大马鹿鹿茸、鹿鞭、鹿尾巴，用于冬天自己和家人的补身。三文鱼是鱼类，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腥味，所以我要兑一点姜蓉。早上吃点姜是有好处的，放点盐调味。现在我这个麦片粥也差不多好了，我就拿2片鹿茸片，一点一点的把它掰碎了，放到我的粥里，煮一会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煮太久，煮太久会破坏鹿茸的营养成分。煮好了这个粥，我先把它放一边，让它再焖煮一下。这个时候我再煎2个鸡蛋，让我的早餐增加一点蛋白质。北美的马鹿一般叫 L， 是西伯利亚马鹿的亚种。高寒的环境造就了加拿大马鹿健壮的体能和体质。野生马鹿寿命一般有15到20年，一个鹿群只有1头公鹿，有50到100头母鹿。到了交配的季节，这头公鹿与这群母鹿1个月交配200-300次，没有强壮的体魄，确实无法应付。加拿大有世界最好的牧草，大部分时间覆盖在冰雪当中，土壤肥沃，加上生长期短暂，无需喷洒肥料和杀虫剂，纤维长，蛋白质丰富，营养又安全，是世界顶级的赛马饲料。在北美洲马鹿鹿茸生长的季节，正是北半球充足日照的时候，使马鹿的鹿血和其他营养成分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得多。加拿大和美国目前约有3万头马鹿，饲养在大约2000个鹿场，每年收割60-70吨鹿茸。根据马鹿的生活习性，每英亩的草场饲养3头成年鹿或6只幼鹿。加拿大把鹿作为食品，除了鹿肉之外，主要吃用4个部分：鹿茸、鹿筋、鹿鞭、鹿尾巴。从华人中医的角度，
这4个部分都是名贵的中药材，中国人已经食用了2000多年，有丰富的经验，加上有加拿大严格的食物安全监管和优越的自然环境，确保了加拿大出产的陆产品有较高的品质保证。鸡蛋煎好了，麦片粥也焖煮的差不多了，看一看那些鹿茸，受叶收缩已经转起来了，证明这些鹿茸非常的新鲜，保持着组织的纤维弹性。加拿大采用鹿茸冷加工方法，是最大程度地保留着鹿茸的活性成分，所以我们在烹煮的时候千万不要煮太久，避免破坏了有效成分。下次我再详细介绍鹿茸的分类和鹿茸各部位的不同用法，请大家继续留意我这个系列节目《加拿大鹿茸饮食视频特辑》。我的频道还有更多其他视频，欢迎搜索观看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请帮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加关注。下次再见。